一般来说，早上呢，我一定要喝一杯咖啡。然后呢，因为在日本，所以通常呢也会喝一碗味噌汤。今天早上呢，来吃一个起司热狗面包，然后等一下再吃一根香蕉。午餐呢，来吃前几天买的一包外带的 Olen。好，煮好了，藕蛋相当的快速。星期天的中午呢，来配一个午间新闻。礼拜天的晚餐呢，来吃超市买的现成的食物。左边上面呢是沙拉，然后加芝麻酱。左边下面呢是莲藕的渍物。右边呢有炸的可乐饼，还有烤的鸡肉。第二天的早餐，今天呢，因为没有很饿，所以今天就跳过味噌汤。今天还是一样，冲了一杯咖啡。然后因为昨天吃了面包，今天想要换一个口味，所以呢，今天热了一个超市买的肉包，然后等一下再吃一根香蕉。早上呢，这边的新秘书帮我把我的座位跟办公室弄好了，所以我早上呢，其实在办公室工作了一下。那今天中午呢，就来也是校区这边的食堂吃午饭。
中午呢，前菜拿了这个达西玛基，就是玉子烧，然后还拿了这个应该是牛蒡，然后主菜呢拿了鸡肉炒豆芽菜，还有一杯味噌汤，然后还拿了一杯温茶。晚餐呢，准备来吃盐味的香扑火锅。昨天呢，去超市买了这个浓缩的汤底。然后呢，蛋白质的部分呢，准备加鸡肉丸子；配菜的部分呢，有蒟蒻丝，然后油豆腐，然后甜不辣，还有大概1/6颗一大盘的高丽菜。煮好啦。今天呢，其实天气还蛮冷的，然后其实我现在室内并没有开暖气，所以室内的气温大概16、17度而已，非常非常适合吃这种暖暖的锅物。今天呢，回到了面包模式，今天准备来吃一个玉米面包，然后配上一如往常的左边的咖啡，右边的味噌汤，然后等一下呢再吃一根香蕉。第3天的中午呢，因为早上其实待在家 meeting， 所以呢中午就直接在家吃完，下午再去办公室。今天的午餐呢，其实跟前天的晚餐很像，都是超商买的熟食。左边上面呢是沙拉加芝麻酱，虽然说不能说发现新大陆，但是我真的觉得这样吃很好吃。左边下面呢是菠菜的前菜，右边呢今天则是相当不健康的炸物拼盘，有炸鸡跟炸可乐饼。今天第3天的晚餐呢，基本上是跟昨天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因为之前买菜的时候呢，大概就已经买了3到4餐的分量。今天呢还是吃火锅，但是唯一改变的呢是今天换了一个新的口味的汤底。今天要吃芝麻豆浆锅，然后配菜的部分还是一样，高丽菜、豆腐、甜不辣、蒟蒻跟鸡肉丸子。好，煮好啦。跟昨天比起来呢，今天其实还煮的久了一点，因为昨天吃的时候觉得高丽菜梗的部分有点硬，然后今天也是一个冷飕飕的天气，所以相当适合吃锅物。第4天的早餐，今天呢稍微比较饿一点，所以决定来一个河洋合璧的早餐，还是呢泡了一杯咖啡，然后呢右边准备吃一个包子。然后再吃一个左上角的是明太子的面包，之后再配一根香蕉。中午 group meeting 结束之后呢，就跟着实验室的大家一起去食堂吃午餐，然后今天吃了550块，也算蛮便宜的。好，今天晚上呢，跟一群台湾朋友来这边的一家居酒屋，来庆祝一下今天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1。
昨天呢，跟3个朋友，后来喝完酒之后又去吃拉面收尾，然后坐倒数第2班的电车回家，算是非常彻底的体验了一下日本上班族的生活。昨天喝酒了，所以今天要补充一点水分，所以今天早餐也是有味噌汤、咖啡，然后吃一个红豆面包。早上后来呢，因为其实精神没有很好，所以就直接待在家里休息了一下，所以中午呢就直接在家吃了。然后因为其实现在胃口也没有很好，就想说吃简单一点。右边呢是芝麻酱的沙拉，左边呢是超市买的现成的烤鸡。第5天的晚餐呢，来把上次去超市买的最后一份的锅物吃掉。昨天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呢想要吃清淡一点，所以今天用的汤头呢是盐味相扑锅，然后呢所有的配料都还是跟之前一样，鸡肉丸子、蒟蒻丝、高丽菜、油豆腐跟一个甜不辣。做好啦，好，来吃吧。第6天的早餐呢，回到了包子模式，然后还是一样的咖啡跟味噌汤。本来呢，午餐想要吃京都车站的这边一家卖甜冻的店，但是我找不到它在哪里，所以呢，又回来京都车站这10楼的拉面小路。然后呢，今天想要来吃这家叫做德岛东大的拉面。好，我们先去买票。今天的晚餐呢，也是吃的比较简单一点，把剩下的超市买的炸鸡吃掉，配上芝麻酱沙拉，然后再配上一个凉的莲藕的前菜。这是今天的午餐，是洛梨配芝麻叶 arugula 沙拉，2颗荷包蛋，感觉蛋白质好像不太够，所以又加了2只鸡翅，配上气泡水。最后一天的早餐呢，来吃一个昨天晚上在超市买的特价面包，然后配上左边的味噌汤跟右边的咖啡。OK， 最后一天的午餐呢，来吃昨天傍晚大概快7点的时候，特地跑到超市去抢的特价寿司。昨天晚上大概7点去的时候呢，就有打7折的寿司，然后呢，花式寿司看起来还不错。虽然说在冰箱放了1个晚上，等一下来试试看它的味道。然后呢，同时也补了沙拉。这次呢，买的是综合沙拉，是高丽菜跟萝卜丝的沙拉，然后一样加上芝麻酱。最后一天的晚餐呢，来做一个泡菜豆腐起司锅。准备的东西有右边的白菜，再来是起司片、泡菜汤底、豆芽菜、
真正的泡菜。然后蛋白质的部分呢，有豆腐跟猪肉片。煮好啦，星期六的晚餐呢，来配一个 NHK 的大谷翔平特辑。